龙马的盖塔在上次的大战中遭到了损伤，一时间无法及时出击，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研究所の周辺に宇宙空間からの落下物多数。研究所の護衛用に一体だけ開発していたゲッターロボがある。新型？いや、交換用パーツを集めて作った急増の機体です。しかも一人しか乗れません。考えてる暇はないわ。それで研究所を守らないと。而此时登场的就是这一台。感谢 CCS 的小伙伴，让我能提前体验到最新的系列 Artifact X 的新品 Another Geta。由于是评测件，所以没有外包装的展示，咱们直接来看到内容物。和 CCS 的其他产品一样，配件是塞得满满当当的，东西是真的不少。当然了，本体也和之前是一样的，头、手、背包之类的东西都被分开放置了，所以把玩之前还是需要先全部组装起来 resetting 一下。两条手臂的组装是比较紧的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的阻尼要是再松一点就完美了。当然了，评测件仅作为参考啊，实际还得看大货的表现。翅膀部分也是独立安装的，背后的插装盖板使用的还是 CCS 善用的磁铁，而翅膀的插装是滑槽的结构，插进去后通过向下滑动来锁住，整体锁住后是相当的紧实的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还想点名表扬一下这一次的支架连接设计，不仅屁股插装这里设计了一个造型遮盖的盖板，连接件上也使用了弹簧扣来固定，使得连接非常的牢固，这个设计真的建议大力的推广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回到本体啊，全部组装完成后的黑盖塔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不知道这个造型各位能打几分呢？开头的小剧场可以看出来啊，本机是登场于99年 PS1 的作品，这是盖塔大决战中的一款临时组装机，不仅没有变形的机构，同时也只支持一人的驾驶，战斗力自然是算不上强劲的，所以也经常被大家遗忘。但随着世界最后之日中，龙马带着他的黑盖塔炫酷登场，黑色的盖塔也成了经久不衰的命题作文，像激战滴滴里甚至还出现了以盖塔诺尔命名的漆黑盖塔。但作为和世罪几乎同时期的这只黑盖塔，直到今天才被 CCS 重新打捞出来，以 ATX 这个新系列重新设计了新的造型。不过由于目前市面上有太多黑盖塔以及版权等原因，这里只能用 Another 盖塔来代指该机了。回到本体啊，这台机体让我想起了之前 CCS 发售的黑针盖塔，我记得当时还有 UP 主给它做了考据溯源。那作为临时备品搭建的该机，又是谁的备品呢？我觉得答案还是很明显的，就是真盖塔龙。尤其是肩甲和小腿甲的花纹造型啊，虽然其中也混搭了一些其他盖塔的风格结构，但盖塔圣经中甚至直接将这俩就画在一起了，说明设计思路也确实是如此。而对于真盖塔的造型 ，CCS 早已是如鱼得水，驾熟就亲了。我本以为他们会把成熟的崭新府真盖塔改吧适配到本机上，但正如各位所看到的，不论是整体的比例、魔改后的各处造型和细节，以及涂装风格上都是全新的，甚至颇有一种千大爷出品的感觉啊，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整体的造型在大块面上基本上保持了原设的特征，不过 CCS 对这超古早的粗糙多面体进行了深入的现代化改修，得到了今天的这个造型。尤其是像披风的造型细节啊，原设里基本可以看成是蝙蝠侠一样的布料材质，但是模型这里却给做成了披风状的翅膀，不仅内部也有细节和涂装，还给了翅膀非常不错的可动。首先是外侧大翅膀啊，可以做上下的旋转，同时也设计了前后的轴向摆动关节，范围接近70度，同时整个翼片还能做360度的平转，同时内部的小副翼也能向外抬起一段，显然这样的机械化的披风会更适配魔改后的盖塔。同时本机上还增加了不少设计上的小巧思，比如这个左手的炮口啊，如果不是说明书提到，你是绝对想不到这里还有一个炮口旋转的联动机构的。这手炮可比游戏里粗糙的建模要帅太多了，而且这种优秀的联动设计也是拍照无法表现出来的把玩乐趣。同时本机右手的主武器来自盖塔2号特征的钻头也得到了重塑，不仅在基座的位置增加了这种液压感联动的毛爪机构，同时可以看到中心的磁铁结构，没错，这里的对接使用的是磁铁。虽然游戏里并没有表现出来啊，但是老盖塔粉们都知道2号机的钻头是可以像导弹一样发射的，
那这里的结构就是为了表现这一点。既然1号、2号都有对应的特征，怎么3号机的特征就像五脏一样没了呢？然而原设中就是这么不待见3号机啊。但设计师希望盖塔是完整的，于是参考了近年来游戏中真盖塔龙能在1号状态下随意使用2号、3号的武装设计，也把3号机的手臂给弄了出来。不过这里是要把整条左臂给卸下来做替换的，而这条3号机的手臂虽然用的是全硬胶连接，但这个180度的弯折度和阻尼调教简直可以说是吊打万代的同类产品了，真的是非常的优秀。另外手臂的前端给的是一个带爪子的全无指可动手，而这个可动手的灵活程度也是非常棒的，阻尼调教也是一点也不松。但很可惜的是，这个手只能装在3号机的手臂上，而如果单纯的摆 pose 的话，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只会用到握拳的造型。为了不浪费这个可动啊，于是我苦思冥想出了这个 pose。另外金色的爪子其实是1号机的特征，所以这个武装是结合了1号和3号机特征的，可见设计师加新武装是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的。不过对于另一侧的炮口手臂来说，给的就是普通的替换手了。由于只有一边需要啊，所以手型都只有左手，一共有5种手型：空心握拳、指向手、实心握拳和2个幅度不同的开掌手。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左手也能给个全可动手的。另外小小的吐槽一下，这个连接装位实在是有点紧啊，希望大货的时候能改进一下。最后依旧是一个游戏中没有的武装啊，但是盖塔1号怎么能没有斧头呢？可以看到盖塔战斧的涂装也是非常的给力的，搭载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取下尾部的零件套上手型就 OK 了。当然了，除了斧头，盖塔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招数，不过玩具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，只能我自己来了。那摆了这么多的 pose， 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吧？这次的可动其实是很不错的。虽然这是 CCS 第一次尝试这个比例的机甲成品，但也正因为是第一次啊，所以他们也是下足了功夫的。首先头部做了双段的球冠可动，使得脖子能整体前伸一段，低头也能达到30度的幅度，抬头则是能略微的超过30度。左右的侧摆借助下段脖子也有大概30度的范围。360度的平转对于球冠来说自然也不是问题的。肩部设置了前身的关节，内部当然也做了嵌套零件用来遮盖，前身和后摆大概都有30度的范围。360度的大臂旋转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肩甲具有独立的抬起可动，大臂侧平台有明显的2段，第一段是肩关节的90度上抬，第二段是肩内部的30度上抬。大臂的上段也设置了360度的平转。曲肘为双段的关节，用的经典的设计，使得曲肘的范围也几乎接近180度。手腕的根部基座也是一个球冠，大概有前后左右20度的可动范围。腰部采用多段的结构，首先弯腰和挺胸用的这个上段关节，前后大概都有30度的范围，并且从背后看啊，内部也做到了嵌套的遮盖，挺 OK 的。左右的侧摆用的是下段的关节，左右也有个接近30度的范围。而转腰则用的是中段，虽然左右的转幅不到90度啊，但也基本勉强够用了。胯部裤长也是用的经典的后连接设计啊，可以掀开来做避让。避让后的前踢90度毫无压力，虽然腿部全是合金啊，但关节一点也不松，阻尼感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可惜后踢由于硬屁股啊，只有30度的范围，侧平台是毫无压力的轻松90度。而这个造型的大腿根部自然是带了360度的平转的。那这个屈膝的结构也是真盖塔非常经典的前拉伸后内缩的结构，这个屈膝的造型不仅非常的拟人，造型也非常的完整且充满了肌肉感。脚踝两侧的小腿甲采用了抬起避让，能独立上抬一段。脚掌呢向后摆动大概45度不到一点，向上抬稍差大概30度。另外前脚掌也能独立的上抬30度。脚踝依旧是经典的真盖塔设计啊，向内接地大概有45度，不算大但也不算差。向外的摆幅大概是30度。好的，那么看完了全部的可动啊，各位对这台黑盖塔的评价如何呢？从可动的设计上来说，沿用成熟的方案，我的评价就2个字：规矩。造型设计上来说呢，虽然重度魔改，比如盖塔 Wings 和3号机的手臂，但并没有跳脱出原设，反而非常的还原啊。那这也是这台黑盖塔目前最高规格的产品了。我相信 CCS 的出品啊，盖塔的粉丝是可以闭眼入的。那这也是 CCS 做这个新系列的理念核心。Artifact X 只
直译是人工艺术品 X， 但也可以被拆成 Art if Act， 艺术设想可动。运用铁破积累的技术，在适合把玩的比例上针对把玩进行优化，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带出更多冷门的题材，补全 IP 延续。这些每个特点都非常的戳我啊，也是真的非常期待后续的系列新品啊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记得多多3连投币支持一下 UP 主。那么大家下期再见。